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继续跟胖妮聊剧看人生，订阅胖妮，更新不迷路。甄嬛入宫那一年的除夕宴，因为她装病避宠，没有参加。其实这种宴会参加了未必是好事，不参加也未必就损失什么。那一年的除夕宴表面看起来十分热闹，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么多人中发自内心快乐的没几个人，丝竹管弦声遮掩不住的是人们内心的悲戚。今天咱们就透过这场夜宴盘盘后宫中人的可怜指数。富察贵人可怜指数2颗星，与甄嬛一起入宫的8位秀女中属富察贵人家世好。她出身望族，长相也很清秀，和眉庄一样，刚入宫就被封为贵人。但第一轮承宠之后，皇上最中意的是眉庄，很少提到富察贵人。后来富察贵人怀孕，新常在也曾说，皇上几个月才照幸一次，竟然怀了。可见皇上对富察贵人实在算不上宠。家宴上，为了引起皇上关注，富察贵人十分卖力地弹奏古筝，一曲高山流水弹得动听，他自己也十分专注认真，而皇上的心思却全然不在他身上。富察贵人想要得到皇上的宠爱，却怎么都得不到，他的可怜是因为求而不得。华妃可怜指数3颗星，实际上华妃想要的爱情也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感情。以她的家世容貌，如果不嫁入皇家，这样的对爱情的期许是能够实现的。但命运弄人，她的夫君是皇上，这就注定了夫君今日睡在这个人宫里，明日又宿在那个人宫里的日子永远没有尽头。他善妒容易吃醋的弱点，时不时的会遭到挑拨甚至利用。家宴上那盆红梅，究竟是华妃无意中布置下的，还是她受人引诱布置下的，亦或是有人别有用心做的局，我们不得而知。但皇上因为一盆红梅触动了心事是真的，皇后瞪了华妃一眼是真的，皇上拂袖而去也是真的。华妃在这一瞬间脸上浮现出失望落寞的神色，更是货真价实。她为什么落寞呢？大概是因为察觉到皇上无论明面上如何宠着她，她的地位永远都越不过纯元。一个女人深爱着自己的夫君，而夫君却始终忘不了故去的前妻，你说她可怜不可怜？皇上可怜指数4颗星，《甄嬛传》中的皇上的一生是爹不疼妈不爱的一生，是兄弟姐妹众叛亲离的一生，也是在搞事业之余不断所爱的一生。这位皇上也好色，但他绝不像《金枝欲孽》中的皇帝那样仅靠美色来评判一个女人。他想要的除了美色之外，还有懂得。偏这个懂得最难得。华妃足够有趣儿，但华妃性格不够细腻，不懂察言观色。听皇上夸了自己哥哥立下战功之后，她竟然高兴到喝多了，丝毫没注意到皇上脸上的表情变化。皇后知道皇上想要什么，但她太做作，专注于立人设，缺少一点真性情。眉庄够端庄稳重，然而就像甄嬛看不上温实初一样，眉庄的稳重落在皇上眼中太过一板一眼，缺少灵气。至于齐妃，她不说话还好，一开口皇上就烦躁。热闹的家宴，偌大的宫殿之中，皇上竟然找不到一个活色生香又懂自己的女子。此时周围的热闹落在皇上那里，只觉得吵闹。皇上看到红梅就想到纯元，想到纯元便撂下一大群妃嫔，自己跑去倚梅园。皇上的举动除了缅怀纯元之外，更多的是想要静一静。皇上的可怜在于立于无人之巅的孤独。纯元可怜指数5颗星，纯元皇后是剧中从未露脸的人，但江湖上关于她的传说从未消失。通过纯元故衣事件和皇后宜修的叙述，我们知道了宜修当年有孕的时候，纯元穿着一件多年之后可以用来当封妃吉服的华丽的衣裳去王府探望。于是有人猜纯元很绿茶，有勾引妹夫之嫌。但是通过太后临终前对竹溪说的话，我们又了解到纯元并不如宜修心机深沉，在太后眼中是个不堪用的。从教习姑姑方若和皇上的口中，我们得知纯元当年和皇上伉俪情深，简直是神仙眷侣一般的存在。但宜修在最后一次和皇上见面的时候曾反问，
你以为姐姐爱你很多吗？如果这些人说的话都是真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纯元并不那么爱皇上，她只是一个为了家族利益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女子，违背内心所愿，为了家族而牺牲一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一个真正软性子的女子身上，或许不会太痛苦。胖妮第一遍看《甄嬛传》的时候，因为剧中从妃嫔到下人提到纯元皇后，总说她最和善不过，曾错以为她是个性子软的女子。然而除夕家宴上的那盆红梅却改变了我的想法。《甄嬛传》和《如懿传》原著的作者刘恋子最善以花育人，比如《如懿传》中的魏嬿婉喜欢的就是桐花，理由是桐花开得那样高，做人要是如桐花一般高高在上就好了。而《甄嬛传》中的甄嬛喜欢的是海棠，这是当时的文人雅士最爱的花。甄嬛对海棠的钟爱，一方面说明她饱读诗书，才学不逊于文人雅士，另一方面也说明甄嬛的思想一时契合主流，也善于把握主流。刘恋子笔下的如懿喜欢梅花，剧版如懿外表柔弱，却十分有风骨，而原著中的如懿性子则更加硬朗。那么喜欢红梅的纯元呢？他怎么会是一个随遇而安、没有主意的人？梅花的出现说明纯元在违背内心真实意愿的时候所承受的痛苦巨大。他明明品性高洁，却在家人的安排下不得不身着华服和四郎制造偶遇。他明明想要坚守内心，却为了家族而丧失掉全部的自我。他冰雪聪明，或许已经察觉到自己和孩子遭遇不测，与宜修相关，但直到死他都因为家族责任而不敢说真话，只能嘱咐皇上善待宜修，因为善待宜修就是在保全乌拉那拉全族的荣耀。他死了，他的名字、长相、遗物、喜好、才艺都被人悉数利用，成为后宫妃嫔们争宠的工具。其余这些，纯元才是最值得可怜的人。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一场悲剧，他的悲惨甚于宴会上的其他妃嫔，甚于《如懿传》中的如懿，更甚于长相与他相似却敢于屠龙的甄嬛。好了，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胖妮辛苦给影片点赞，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